就是目前，在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的问题上啊，现在美英之间可能又展开了角逐，因为这个是8艘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这个60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金额，那我想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想拿到这笔大单。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英国的机敏级核潜艇访问了澳大利亚，这个事儿呢，引起了2方面的波澜。第一方面呢，就是有人说呢，它可能是和美国竞争啊，因为这个美、英、澳3国签订的这个合同呢，是美国和英国联合向澳大利亚提供攻击型的核潜艇啊，没说是美国的还是英国的，也没说是不是英美2国共同的帮助澳大利亚建造啊。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美英之间的竞争，因为美国和英国把法国给打下去了啊！最先嘛是法国把日本和德国他们的常规潜艇给打下去了，赢得了这笔大单啊，接近600多亿美元的一个大单。正当法国准备建造短期梭鱼这样的常规潜艇的时候，12艘啊，正干这个大单的时候，结果呢，美国、英国从中插了一杠子，把法国的常规潜艇给打下去了。现在要用核潜艇取而代之，所以呢。大家就说了，那会不会是美国的核潜艇啊？因为美国现在攻击型的核潜艇有3型，海狼级，还有洛杉矶级，还有弗吉尼亚级。而这个英国呢有2型，一个是特拉法尔加级，还有一个就是机敏级。那这有5种就是攻击型的核潜艇，那都可以供这个澳大利亚选择吗？其实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来分析啊，就是像海狼级这样的攻击型核潜艇啊，连美国都造不起，用不起。为什么呢？就造了3艘，它的功能虽然比较强大，性能比较好，但是太贵了，造得花很多的钱，还有一个使用也得花大量的经费，用不起，养不起。所以呢，这个海狼级可以排除在外。那么洛杉矶级呢，似乎有点落后了，它是比较早先的这个型号。那么弗吉尼亚级呢，可能是现在美国主要装备的。那么如果给了澳大利亚，它再慢慢造出来，那这个也就不是非常先进的了。所以这种是比较大的可能。再有呢，就是英国的机敏级，因为英国是准备把特拉法尔加级给淘汰掉的，所以我想澳大利亚也不会把人家淘汰掉的潜艇给买回来吧，所以可能要用英国的机敏级这样的攻击性的核潜艇。因为有现成的这些方案，或者是现成已经造好的艇，那么接着就像这个工厂流水线似的这样做，可能能够降低使用的成本吧。所以我们这次看到呢，是英国把自己的机敏级的攻击核潜艇呢开到了澳大利亚，让它进行参观，并且进行展示，那也是炫耀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潜艇多么好。因为这个机敏级的核潜艇就是英国呢让它跟着伊丽莎白女王号这样的航空母舰来到印度洋太平洋搞一些军演，还要访问40多个国家这样的话呢，既是一个军事外交，又是一个军事演练。那现在呢，你看看从这个太平洋搞完这军事演习以后呢，他没有返回英国，而是说呢拐了一下南下到了澳大利亚去进行访问。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目前在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的问题上现在美英之间可能又展开了角逐，因为这个是8艘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这个60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金额，那我想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想拿到这笔大单，所以我觉得他们2个国家之间呢会展开一个竞争就是到底用哪个国家的攻击核潜艇来作为就是向澳大利亚提供的主要方。而我们实际上还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澳大利亚呀，还有法国呀，还有美国呀，这些领导人相互进行攻击，都说对方在撒谎，实际上他们都在撒谎。为什么呢？因为本身美国和英国包括澳大利亚都在欺骗法国，因为他们要把法国的大单给撕掉，然后用他们的核潜艇取而代之，那这是不是在欺骗法国呀？那马克龙说呢，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样情况。可是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就说呢，你知道，因为我事先通报你了。但是呢，
这个你说你不知道，实际上马克龙这个知道这个事儿呢，只是比一般的这个媒体或者是人们吧，就是早一些。但是当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已经晚了，就是生米煮成熟饭了。法国的大单已经被美国和英国给挤掉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件事情来看实际上这些领导人之间都在互相的欺骗，而且呢，他们相互欺骗不说，还在欺骗世界的人民。为什么说欺骗世界人民呢？因为这个本身应该是核不扩散的，你现在美国和英国把这个核技术向南印度洋进行了扩散呢，这是维护世界的和平吗？这是你们讲的要维护地区的稳定吗？要进行这种安全的防务吗？不是实际上就是一种欺骗呢。你是搞军备竞赛你是搞核扩散呢。所以我们看就是这件事情上不但暴露出来，就是美国、英国在拆法国的台虽然同为就是北约的国家，但是他们也是相互拆台的。还有一个就是为了各国军火集团的利益，不惜欺骗民众，不惜欺骗舆论。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件事上看出了这些事情的幕后的情况和它的本质。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